你以为手机会越来越便宜？你以为厂商们内卷，受益的一定是咱消费者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逻辑已经不成立了。早在2025年年底，那时候你在网上看手机，还是那种等等档的节奏。你想的是，等过完年，新机一发布，老款肯定降价，到时候抄底一台，美滋滋。但进入2026年的春天，你是不是发现画风不对了？你打开电商平台，看中的那款手机价格不仅没降，反而涨了好几百。更夸张的是，有些你之前看不上眼的千元机，直接就从货架上消失了。短短2-3个月，整个手机江湖就变了天。从如日中天的性价比时代，到如今减配涨价成了常态。我们似乎一夜之间就进入了一个手机越来越贵的陌生世界。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真如厂商说的，芯片不够了，还是我们又被收割了？今天我们就抛开情绪，从上游供应链、厂商的生存逻辑，以及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3个维度，给你讲透2026年手机大涨价背后的真相以及未来的趋势。要理解这波涨价，我们得先看一张牌桌。这张牌桌的庄家不是小米，也不是华为，而是那几家韩国、美国的存储芯片巨头。时间回到2025年，全球科技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 AI 大模型的爆发。所有科技公司都在疯了一样抢购一种叫 HBM 高带宽内存的东西。这东西是专门给 AI 服务器用的，性能强，价格也高。三星、SK 海力士这些厂家一看这东西卖得又快又贵，利润是普通手机内存的好几倍，那还犹豫什么？直接把工厂里生产普通手机内存的生产线全部转产去做 HBM 了。一份来自知名咨询机构 TrendForce 的研究报告显示，到2026年，全球超过66%的 DRAM 产能都被 AI 数据中心给预定了，留给手机的内存产能直接被砍掉了一大半。这直接导致了什么呢？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，我们手机里用的那种叫 LPDDR 的内存和叫 UFS 的闪存价格开始做火箭。这可不是我瞎说，有数据为证。卢伟冰，小米的总裁，在今年3月份的 MWC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透露，一个12GB 加256GB 的内存组合，在价格低点的时候，成本大概是30美元，也就是210人民币左右。但到了今年第1季度，这个组合的采购成本涨到了120美元，将近830人民币。你算算，光这一块成本就硬生生多了600多块钱。TrendForce 的数据更直接，说手机存储芯片现货价格在近3个月内累计涨幅超过3倍。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现实。手机变贵不是因为厂商想多赚钱，而是上游的配件价格被 AI 这股风吹上了天。这是时代掉下来的灰尘，谁也躲不开。上游成本涨成这样，就好比一场高强度的压力测试，那些在牌桌上的玩家底牌不一样，命运也就天差地别。最先扛不住的是那些本来就在牌桌边缘的玩家。今年2月，魅族官方发布公告，宣布暂停国内手机新产品的自研硬件项目。很多人可能还记得，魅族 M8 曾是中国智能手机的开山之作，而现在魅族23的研发都已经完成了，但因为成本算不过来账，最终只能放弃上市。魅族不是个例，华硕也宣布不再推出新手机，把精力转回到 PC 和 AI 设备上。这就像牌桌上的小玩家，一看底牌太差，直接选择不跟了。但有意思的是，终端玩家却陷入了更痛苦的夹心层。像荣耀、红魔这样的品牌，日子最煎熬。荣耀的 Power 2起售价直接比上一代涨了500元。红魔虽然咬牙没涨价，但他们的产品总经理也在社交媒体上坦言，这波成本压力根本没办法完全消化。为什么难受？因为他们的用户对价格太敏感了。涨吧，怕把用户吓跑；不涨吧，自己就得亏本。Counterpoint 的数据说，今年3月后，中国新手机的平均售价比去年同档位机型要贵15%到25%。这涨上去的钱，大部分都进了终端机厂商的账本，但利润却没见涨。真正在牌桌上稳坐的是那些手里有王炸的头部玩家，比如华为，他们走了另一条路。华为 Mate 80不仅没涨价，反而比上一代 Mate 70的首发价降了800元。凭什么？就凭他们的自研芯片和全链路自主研发能力，在成本控制上拥有更大的主动权。更绝的是苹果，他们早早就和存储供应商日本凯霞签了长约，虽然新签的价格也涨了，但拿货价肯定比市场价便宜得多。小米也提前锁定了2026年全年的供应协议。你看，
这就是头部玩家的玩法，用规模和关系把成本波动的风险提前锁在门外。所以这波涨价潮其实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，它淘汰的不是那些最贵的品牌，而是那些最便宜、最脆弱、最没有核心技术的品牌。所以我们发现2026年手机市场的这个故事内核其实只有一个，在成本失控的时代，活下去的资格比手机本身更贵。我们可以用2个词来总结这个核心矛盾。第一，成本重构。过去10年，手机厂商们沉迷于参数内卷和价格战，靠的就是摩尔定律带来的成本下降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存储芯片的涨价不是周期性的，而是结构性的。AI 对算力和存力的需求是源源不断的，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加量不加价的玩法彻底结束了。未来，要么你花更多的钱买同样的配置，要么你花同样的钱买减配的手机。第二，路径依赖。很多厂商习惯了在中低端市场靠薄利多销走量，但这套逻辑在成本高企的今天已经行不通了。当一台2000元的手机光存储成本就占了600元的时候，留给厂商的利润空间几乎为零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所有厂商都在做2件事：一是向上走，集中资源做高端，因为高端机利润空间大，能消化成本；二是向外走，去造机器人，做 AI， 搞混合现实。手机正在从唯一的核心变成一个生态的入口。讲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问，那这场涨价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们以后买手机是不是得做好越来越贵的心理准备？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几位行业里的朋友，得到的答案惊人的一致。小米的卢伟冰今年3月在巴塞罗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，他说内存芯片的涨价会持续到2027年底，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。一加的中国区总裁李杰说得更直接，他说接下来一段时间整体价格只会越来越高。为什么他们敢这么说？因为这场涨价的源头是 AI， 而 AI 这趟车一时半会儿刹不住，因此芯片的价格不是一时的波动，而是结构性的改变。对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第一，1000元机这个品类会越来越稀少，甚至可能消失。 IDC 的报告警告说，不断上涨的零部件成本可能使售价低于150美元的智能手机永久失去经济效益。那些主打低端市场的厂商要么被迫退出，要么把产品转移到更高的价格段。第二，换机周期会越来越长。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国内智能手机的平均换机周期已经拉长到了38个月，相当于3年多才换一次手机。市场研究机构预测，这个周期可能延长到42个月以上。非刚需用户普遍选择花150元左右换块电池，或者依赖云存储过渡，而不是买新手机。第三，二手手机市场正在迎来机遇期。IDC 预测，2026年中国二手手机市场规模将突破1亿台，同比增长20%。一部上市仅1年的旗舰机，性能仍然流畅，价格可能只有新机的2/3甚至1/3。在新机价格持续居高不下的背景下，买新不如买旧正在成为大众共识。这波涨价潮其实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。当等再也等不来降价，当一机用4年正在成为常态，我们或许将要见证一个手机耐用消费时代的降临。